买东西大家都知道要货比三家哪边卖越便宜就去哪边买。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有些出版社认为这就是害惨台湾出版市场元凶，甚至还要求政府立法限制书籍的折扣。想买便宜的书错了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图书折扣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如果你是平常有逛书店的习惯应该会发现，不管是实体还是网络商店，很多书呢基本上都是打折在卖。尤其是刚刚出版的新书，几乎都会贴一个79折89折的贴纸来促销。可是这种打折书满街跑的现象呢，未来可能会越来越少，因为有不少出版社跟书店的业者认为，这种折扣现象继续下去，出版业的钱越赚越少，不止出版业会支撑不住书店也会大量的倒闭。所以今年的3月底，台湾有多家的出版社联署，希望文化部推动图书折扣秩序制，要求书籍不能够随便打折。可是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他们可能只是觉得，我只是想要买便宜书，为什么会搞得那么严重呢？这个图书折扣秩序制到底是什么？它真的可以拯救出版业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有呕心沥血写好的小说，想要被更多人看到吗？现在机会来了！台湾角川集团打造的小说平台卡多卡多佼佼者呢，让许多华文小说创作者能够在平台上面连载取得分润，并让作品有机会签约跨界发展。最近更即将举办第2届卡多卡多100万小说创作大赏，希望让更多的作者拥有能够被看到的舞台。比赛呢会从6月1号开跑只要你是用华文创作，不限年龄、地区、国籍都可以参赛，最大奖金更高达120万。而且比赛项目也很多元，有奇幻、类型、BL、恋爱、短篇等等的组别。得奖的话，除了高额奖金，大赏跟长篇首奖作品也保障出版还有机会改编成漫画。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有才的你快点击资讯栏的网址，看看更多的详细资讯吧。要了解出版业的想法，我们得要先从事情发生的背景开始说起。在最近10年来呢，台湾的书籍出版业面临了严峻的考验，年产值从2010年的高峰一路下跌，到现在已经接近腰斩。以时报文化为例过去双11促销呢，常常被当作是业绩的救星，但是在去年的销售额却掉了30%，而其他的出版社的状况大多也都不乐观。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当然有很多，其中一个很常被业者提起的因素是网络书店的削价竞争。他们表示，在网络书店还没有兴起的时候，折扣当然是有，但状况没有那么的严重。当时出版社呢，一般都是用定价的6到7折的价格卖书给书店，所以书店呢卖给客人最多只能够卖8折。但是博客来出现之后，为了抢占市场，打出了比市场更低的7、9折策略，甚至还推出了每日一书66折的活动，成功吸引了非常多的读者。那因为博客来来势汹汹当时像诚品金石堂之类的传统书店也坐不住了，只好也跟上打折，形成了现在买书一定有折扣的现象。那这个现象维持了10几年本来大家也算相安无事，就是少赚一点点而已。但后来市场上面又多了一个新的玩家，改变了整个状况。2017年呢，电商平台 Momo 决定要进军网络书店，为了攻占市场他们推出了更猛的折扣，搭配各种回馈，同一本书呢，甚至可以拿到52折的价格，比实体书店进货的价格还要低。而这个方法呢，也的确有用。Momo 只花了3年多就成为了台湾第2大的网络书店。那今年的3月初，博客来为了迎战 Momo， 无预警的将书籍下杀到了65折，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这一次呢，不只是实体书店就连出版社也都气到跳脚，纷纷出来抗议要活不下去了。不过这里就有个问题通路做促销，书卖多一点点，大家都赚钱为什么出版社要不开心呢？根据业界人士透露，在 Momo 一开始做打折战的时候，基本上都是 Momo 自己吸收成本，没有让出版社少赚，而有些出版社呢也确实从这里赚到了一笔。但是当时呢，就有很多的业者警告，这可能是一个养套杀的策略。未来等网络书店独大，出版社离不开他们之后呢，网络书店可能会反过来要求出版社自己负担折扣，不然就下架他们的书。结果这件事情在今年好像真的发生了。近期传说，博客来要求出版社负担更高的促销折让比，让很多的出版社非常担心。一方面是因为出版社的利润已经很低了，如果还要跟网络书店一起分担折扣，赚的钱呢可能真的不够他们活下去。另外也有出版社认为电商的常态折扣呢养成了消费者非折扣不买书的习惯，导致书本的价格崩坏。而当一本书的利润越来越少，出版社们呢只好赶快产出更多的新书来换钱。像是以前呢1年做10本书，现在1年呢就要做20本书才能够打拼，每本书能够花费的心力就更少，品质也越来越难以控制。
而且除了出版社之外呢，书店业者在折扣战下也哀鸿遍野，因为网络书店的价格比很多的小书店进货价还要低，很多呢书者当然宁愿去网络书店或是大的实体书店买书。最近10年，台湾已经有超过上千家的书店关门，目前有陈列图书的店家已经剩不到900间。有人就担心哦，如果再继续的袖手旁观，那未来消费者能看到什么书，通通由大型通路说了算。有些很重要但不好卖的书，未来会越来越难被看到，导致台湾的文化产业变得越来越单一。那因为上面的这些问题呢，在今年的3月底，多家的知名出版社联署，呼吁文化部应该要建立图书折扣秩序制，避免情况继续的恶化下去。图书折扣秩序制的意思是呢，要统一规范图书的折扣范围，像是新书在出版的半年之内，最多只能够打9折，1年后呢，最多只能够8折等等，让销售的通路不可以随便乱打折。而类似的政策呢，其实在德国、法国、日本、韩国等等国家都有实施。那虽然每个国家的规定不太一样，但基本上面来说呢，他们都认为书籍不只是一般的商品，而是文化载体，具有保存跟传播文化的特殊意义。所以为了要维持这个出版的多样性，应该要立法限制书籍的价格，并且支持地方的书店发展。联署发起人之一的郝明义呢，就认为推动折扣秩序制能够为书店通路、出版社跟读者带来3赢。在书店通路的部分，当书的价格被限制住，大通路就可以赚到更多的利润，而小型书店则可以维持多样性，让一些小众但重要的书不会被埋没。而出版社呢，有合理的利润之后，能够把精力回归内容，做出更多满足读者需求的作品。那虽然这样听起来呢，图书折扣秩序制是非常理想的方案，但也有不少人批评这个政策太过乐观了。对于图书折扣秩序制的主要质疑是认为，在自由市场机制下，出版社要卖书应该要各凭本事，不应该要求政府出手定一些惩罚消费者的法律。像是南门书局的执行长张国文就表示，他们自己靠着薄利多销的折扣策略，连续3年的营业额突破2亿元，没有受到网络书店太大的影响。而且也有很多的小型出版社偶尔资金流动比较吃紧，需要靠着打折才能够拿回资金周转。因此他们批评部分的出版社因为自己的商业策略失败，要求政府出手限制折扣，反而会威胁到其他出版社的生存。另外也有人认为限制折扣之后，书的价格一定会变贵。虽然看起来每卖一本书赚的钱变多了，但是消费者也可能更加的不想要买书，最后卖的更少，让已经很萧条的出版市场变得更惨。那万一立法后销量更差，很多出版社可能来不及转型就直接倒闭。他们认为出版社应该要尊重自由市场，想办法增加买书的诱因，推广行销，多角经营等等，把饼做大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关于这些争议，文化部又是怎么看的呢？其实早在2016年，文化部就曾经针对图书统一定价做了评估研究，发现虽然立法能够稳定出版业，但一开始业绩会衰退1到2成，也就是年产值可能会再少个20-30亿。这结果让许多的出版社却步，讨论也不了了之。而针对近期的联署呢，文化部认为出版业是内容产业的源头，的确需要被保护，但是要怎么立法，则要有更多的时间来讨论。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要先特别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制作各式各样的议题。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资讯栏的这个连结加入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那话说回来我们认为会关注这个议题的人呢，基本上都是很喜欢看书的读者，也希望能够找到让出版业重返光辉的方法。可是对于造成现在出版市场萎缩的关键原因，大家的看法都不太一样。像是这一次图书折扣的讨论，主要是针对大通路削价竞争的应对方式。那如果问题真的是出在这一环，那立法去改变这个现况，可能还是有用的。但也有很多人认为真正的问题跟折扣无关，而是在于读者的需求萎缩。因为如果读者真的很想要一本书，再怎么贵他也会买。可是现代人除了书籍，还有社群媒体串流影音平台，消费者要获取好的内容，比起过去容易很多。因此，如果只用未来能够看到更多的好作品这类不确定能不能够实现的诱因，可能会很难说服读者拿出更多的钱来买书。所以我们认为如果需求创造出来，搭配限制折扣，书业或许能够回归荣景。但如果读者没有需求，即使限制折扣，出版社可能还是难以解除目前的危机。不过这也是我们团队不专业的看法，如果你是相关产业的专家，或是有不同的观点，
点，都很欢迎留言跟我们补充哦。那最后，我们想来问大家，如果真的推动图书折扣秩序制，会不会影响到你的买书意愿呢？会有书变贵了，那当然就只能够买少一点点了。B 不会哦，我愿意支持好的创作，1-2成价差我还扛得住，所以不管我的事哦，我已经很久没有买书了。第几哈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放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图书折扣的讨论。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台湾网络小说以及出版业寒冬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